我原来一直以为，美化一个城镇，就可以改变一方水土的命运，加快它的发展进程。但是最近反反复复在讨论3合1的问题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们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美化织女镇的市容建设，而是要固化织女镇的产业基础。而且，我越来越怀疑当初做的规划是不是偏离了方向。如果能腾出一块地盘，重新整合这几条作坊街的童装厂，把这些3合1的厂房啊全部淘汰掉，那该多好啊！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。有关注织女镇政府微博号的朋友们，相信已经看到了一条公告，那就是要请咱们全镇的朋友集思广益，给咱们正在新建的湖泊公园起一个既响亮又好听的名字。这次公告发布以后啊，我们镇的文化站已经收到了许多网友征稿留言。爸啊，像取名字这种事情，你就得找我这种文字工作者。你在网上征集多麻烦呀！你看这个夜壶，听起来多在哪里啊？夜壶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夜壶啊？对对，这不是还真有这些夜壶。那，这还说了叫天鹅湖。哎，天鹅湖，天鹅湖，天鹅湖啊，听起来像芭蕾舞。你看啊，我觉得镇中湖泊宛如明珠，要不叫明珠湖？不妥不妥，这听起来别扭。不但别扭，还俗气。那你们起吧。你爸这么有文化，还想不出个名吗？哎，水珍阿姨，什么湖？张阿姨，你们回来了啊？哟，水珍啊，你来一下，为我们镇呀新建的湖泊公园取名字，集思广益，大家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你们也看看啊，看看啊，来，都要参与。我也不识字，行吧？你也太抬举我了，我才上了2年的学，我可起不了。说说你的想法也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们今天回来很早吗？怎么了？还不高兴啊？什么事？既然齐主任你都问了，那我就说了。这么别说。哎呦，一起住了这么几十年了，有什么事不好跟我讲的？到我家去，我给你们泡茶喝。哎，你们继续想啊！今天小何来吃晚饭，让他也来想。定稿了告诉我。嘿呀，白偶啊，白偶啊！我不知道你是《白蛇传》里的白蛇精，还是天山下来的白发魔女啊！你即便是吃里扒外，也要有个限度啊！为了拍镇长的马屁，你带着他打开了工人的衣物柜，查看了工人的留宿用品。对于你来讲，你是能升官呢，还是能发财呀？孙老板，政府规定不能在这里留宿，这是硬性规定，你不执行，人家当然要查你了。这能怨谁呢？再说了，你还安装了宝龙，这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？这么多条性命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哎，你要把自己摆正好位置好不好啊？我安不安宝龙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我拿阳台当仓库，我怎么了啊？你要觉得这里有危险，那好，你不用在这里干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请嘛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教训2句，说几句，出气就行了，把话说那么绝干嘛呀？白欧，我们家老孙这是在气头上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以后啊，大伙都注意点，你赶紧上楼干活去吧啊！你干嘛把话说的那么重？我是他的老板，我怎么不可以这么说话呀？现在的生意好着呢，之前的损失都是靠这些手脚快的老员工给补回来的。白欧多灵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是跟他过不去啊，还是跟钱过不去啊？真是的。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了，本来3个小时就可以扫完，
可是这几天，只要我们的清洁车一到，我们负责的那2条老作坊街的一些老板就往马路上倒药渣，那药渣可难扫了，要拿水冲，拿水冲才能冲干净。药渣？对呀，熬药的那个药渣。对，为什么倒药渣？谁倒的？谁干的？三妹，别说了，干嘛不说？你说，主任，这个倒药渣呀是有说法的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就经常跟我说，你要是在路上看见药渣，千万不能拿脚踩，一定要绕着走。倒药渣的人就是想让人踩，好把病带走。这个以前我也听人说过。那么是谁呢？谁让倒的呢？孙阿林。孙阿林？对呀，他说水珍的女儿把他们好几个童装厂害得连生意都做不下去了，他就想出这口气，让水珍每天都去扫药渣。喂，苗要扫扫干净啊！既然搞扫地这个工作呢，就要把它扫干净啊！好嘞。哎呦，这是曲副镇长啊！孙老板，你们家里人生病了是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孙老板，这药渣呀，别往路上倒行不行？这清洁工每天扫几条街已经很累了。大家把各自门前雪整理干净行吗？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，我天天帮您扫。别，我怎么敢麻烦您呢？曲副镇长，您年轻，这就不懂了。这个病人呢，把药渣撒在这个大街上，让千人踩万人踏，就是为了把这个病带走。这是多少年的习俗啊，跟病人没有关系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以前的习俗，可是我们镇有文明公约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您不能把药渣随便往路上倒啊！孙老板，你要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，您可以冲着我来，但是不要用这种办法污染整条街的环境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怎么敢对你这么大的人物不满意呢？我又没有求着副镇长亲自来扫地，是不是？你甭管。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我是可以休息啊，可是童装厂没有休息啊！你看倒得一塌糊涂，我来扫。哎妈，您就别管了。孙老板，我叫水珍，徐小荷是我女儿。孙老板在这条街上开童装厂做生意，为织女镇谋福利。我在这条街扫地，让大家有个清爽的环境。我们各自都在工作，本应该是一条心，不要这样为难我们。他退役了，回到了织女镇，为了织女镇的建设，三番五次到你们厂给你们开会沟通。他得罪了你沈老板是吗？妈，我发现了，我的侄女啊是遗传，继承了你的基因。什么叫基因啊？这是科学名词，意思就是谁生的孩子就像谁。我懂了，就像我蒸的那个糯米，上面撒的药面，好的药面就酿甜酒，不好的药面就酿酸酒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您说的药面就是基因。那你的基因随你爸爸，他是我们镇上最好的渔民，人也长得英俊。哎妈，您刚刚跟那个孙老板说的那番话说的太好了。哎呀，以前啊，我总是觉得您的有些想法过时了，很多事情不敢跟您说。但是看来我错了，以后啊，我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，还是应该向您讨教讨教。不过那宋老板说的什么话嘛？我还有个想法啊，您说？织女镇不是造了个公园，有个湖嘛？夏镇长和齐美帝到处征集这个湖叫啥名字？哎，你说织女镇靠什么发起来的？童装啊，那就叫童湖吧。你说，童湖行不行？妈，您
太有才了！我瞎说的，我瞎说的。铜湖真的很好啊，这个名字。铜湖，嗯，所以以后就叫铜湖公园。这名字不错啊，念起来朗朗上口，那就有助于以后口口相传。我觉得这个名字，宋代诗人杨万里曾经在诗中说道：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要我说呀，就应该在这个湖边都种上油菜，等春天的时候再来那么一群追赶黄蝴蝶的儿童，那这个湖就名副其实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坐下吧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哪有在公园里边种油菜花的嘛？舒文不是想说油菜花，他是想证明自己有才华。对了，飞爷，哎，对了，小何，许志豪说了好几次了，说我们有空的时候啊，一起去安吉农场参观一下。要不就这周末吧？这周末啊，这周末不行，我妈过生日。对啊，哎，佳明，这2天抽空，我们去好好准备一下礼物。对，我们得给妈好好的挑一件。好，这么隆重？人家那是孝心跟尊重，哪像你？你爸爸过生日，你就唱了句生日快乐，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好好管管你自己吧，这是要结婚的人了。舒文，你跟白偶的事定了吗？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？那就是差不多了嘛。啊，不光我，你的这位小姐妹也快了。夏秋，你有男朋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这么忙，到底谁呀？说呀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给你们个惊喜！大头，你跟他头是大了点儿，但是夏秋有大头，万事不用愁，还挺押韵。快点出来吧！好了。叔叔，来，背你，快下来，慢点，来，哎，我怎么了这是啊？啊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哎呀，孙老板，孩子发烧了。哎呦，真是，那得赶紧送他回家好好休息吧。孙老板，我媳妇今天值夜班啊，我1点钟还来给您拉货来，这孩子送回家，他没人照顾。是啊，他妈妈今天晚上也得在这儿。那就这样吧，只好先把他弄到3楼上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哎，谢孙老板。哎，多喝些水啊。哎，您放心。没事，马上到了啊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硕硕这不生病了吗？啊！孙老板让我带他上3楼休息。哎，你看见孩子还没长饿吗？在里面赶工呢。哦，那个我先上去，妈你跟他说一声。好，那你慢点。好嘞。小心点啊！祝妈妈生日快乐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孩子们，真高兴。妈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谢谢啊。奶奶，哎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期中成绩单。你看，我从班级的第20名上升到了第2名。哎呦，我厉害吧？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孙子！哎呦，奶奶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！奶奶奖励你好不好？谢谢奶奶。哎呀，哎，小何呢？怎么还没来呢？哦，他说单位有点事儿，晚点到。哦，还是工作重要。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太棒了，露露。
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哎，来了。这些东西不是说搬走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白欧，就这2个晚上，等这服装加工完了，这里就清扫出去了啊！抽烟的人这么多，这通道上还全都是货物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肯定让你停工的。那就让他停。过了今天晚上，这厂想怎么停就怎么停。可是你可是啥呀？等这里的服装都干完了，我就和老孙把这里上上下下全部翻新一遍，该拆的拆，该换的换，让你们满意，让消防队也满意啊！你就别操这个心了，赶快都干活去吧，大伙都散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喂，佳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忙过头了，我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呢。啊，好嘞，一会儿见。水，我要喝水，快给我水，水啊！给。你还发烧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我叫杨树，你是谁？我叫李红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发烧了吗？我和我妈都住这儿。你赶紧休息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着了，着了！孙老板着了！孙老板，快快快，着了，着了呀！着火了，着火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这打电话，你打电话呀！你这灭火器呀！着火呀！是来人了！使劲！没有，你看他使劲呀！没有啊！哎，什么味儿啊？闻到没有？好像什么糊了的味道。啊？糊了？什么味儿啊？哎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着火了！快走！快走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走啊！怎么那么大烟？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哎呀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呢，危险的！哎呀，快！让我过来！让我过去！我孩子还在楼上呢！不行，你让我过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去送孩子！不行，你别上去了！不行，下来！哎呦喂！我小金库里还有钱呢！着火了！往下跑！从后面火堵住了！火在哪里？快往上跑！往回跑！往下跑！往回跑！爸，
走！你怎么了？走！快走！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走！我们一起走！快走！一会儿有人来救你们！快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走！救活了！快走！妈！你快走！快走！跑啊！救命啊！大武，呼叫总台，看是哪着火了。总台，通报一下哪里出现火情。快乐同舟场。硕儿，快乐同舟场，走，跟上。爸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小秋儿，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？快乐童装厂失火了，损失很严重，我去做报道。你赶紧睡吧。快！帮我躲开，从窗户逃出去！快跳！跳啊！快跳！你受伤很严重，快跳吧！快跳啊！这火太大了！太倒霉了！哎，兄弟，哎，赶快走，离开这儿！来，里面什么情况？据被救出来的员工说，2楼有很多人晕倒了，3楼有2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。爸爸妈妈还在里面，我不能丢下他们。要是危险，你别回去。你给我！我要回去救他们，你放开我！队长，我已经进去清查过了，里面发现了2名被困人员，已经安排人救出来了。通向2楼的楼梯已经被烧掉了。现在我建议啊，在边上架一个云梯，上去人进行破拆，然后进去救人。救人要紧，立刻救援。收到。什么情况？副连长，2楼有人昏迷，3楼有2个孩子，还有他的父母在楼上。小何，你冷静一点，救着呢，里面很危险，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！杨叔，红玲，救救我们！这儿呢，梁叔，你听我说，有安全气囊，你们赶紧跳！杨叔，快跳！不要，快跳！你快跳啊！不，再不跳就来不及了！我要我妈！快跳！我要我妈！杨叔，叔叔，玲玲，
不，我爸我妈还在里面。杨叔，勇敢一点！下面的消防气垫很安全，我们会协助你的。小何，勇敢一点，杨叔！小何，跳下来吧，我们接着你们。红驴，往下跳！杨叔，快跳！再不跳就来不及了，快往下跳啊！来，上来！我们接着你了，小心小心！怎么样？没伤到吧？上面。杨叔，是上面还是上面？快救救我！没事，上面还有人。没事了啊。织女镇继销毁仿牌童装的一把大火之后，如今火势又起，令人胆战心惊。昨晚10点25分，位于织女镇作坊童装一条街的快乐童装厂仓库失火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导致在内工作的工作人员及企业主在内14人死亡，6人受伤。目前伤者情况稳定，已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酒店。受伤人员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。据初步调查，火灾起因是由于1楼有人违反消防规定，在走道抽烟并乱扔未熄灭的烟蒂，点燃了楼道内的货包，引发悲剧。由于3合1厂房的特殊性，其1到3楼的楼道形成烟囱效应，使火势瞬间失控。老孙，你不是说都攒够了钱，盖个大的厂房？你不是说去国外旅游，看外面的风景吗？我们吵吵闹闹半辈子，你咋就把我给丢下了？你怎么就不陪我走完这一辈子？你把我给丢下了，老孙！你把我给丢下了。据这条街上的居民讲述，快乐童装厂在织女镇已是20多年的老牌企业，与全国各地的童装经销商都有业务往来，熬夜加班是通常的事情。然而就在昨天，快乐童装厂因为要完成加急订单，企业主孙阿林以高额补贴招聘了30多名工人赶工，其中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还被安置在了3楼的员工宿舍，导致死伤惨重。这场悲剧发生的背后，不仅仅是消防问题，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开。完了，是宋阿林的账。姚倩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陆总，电视刚刚报道了，孙经理在事故中丧生了。什么？我刚才没有看到啊。确实是死了。那孙阿林的老婆也烧死了？没有。你赶紧去查一查，看他们赶的那批货是我们公司下的单吗？陆总，着火的时候，快乐童装厂的加工单正是我们的规定时间内，他们正在加工的服装正是我们的货。你确定？你说我们集团公司怎么这么倒霉呀？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我明白。我们大致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所有的受伤人员都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治疗，死亡人员的家属联系工作呢，也在进行中。具体的赔偿方案正在制定，还有那些暂时没有地方住的外来务工人员，都已经入住了当地的酒店。这次事故是我们镇政府的重大失误，
作为一镇之长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再补充一点，自从镇政府对全镇的童装企业进行消防治理以来，我们对快乐童装厂一共查过6次，那么其中有2次呢，因为消防不合格，通知他停产。这说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。可成效在哪儿啊？事故一次次的发生，我们一次次的自责和检讨，可仍然没有逃脱事故的魔咒。这次织女镇发生的大火灾，敲响的已经不是警钟，而是警笛。我这么说，你们2位还有在座的，大家应该心里清楚。我再把话说的严重些，这次事故的发生就是犯法行为。多的话我不想说了，我只说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彻查火灾的源头啊，不是说只交代个抽烟问题就能蒙混过关了。那个工人为什么要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之下抽烟呢？之前织女镇建有火灾档案，派人轮岗值夜，可为什么在如此严密的措施之下，还发生多起伤亡的事故？这一切，你正良心都想过没有啊？所以啊，我强调的第2点，就是要把这次火灾的起因的方方面面好好的查一遍。林焕宇同志，书记，有关3合1厂房的整治，你要尽快拿出一套科学的论证。我认为呢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，我们要拿出准确的科学依据，扎扎实实的把这项工作做好。也许在座的各位还不知道，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这是一场大工程，那是因为我在织女镇做调研的时候啊，手里我有几个数据。目前全镇呢，3合1厂房有12000多座，而在这种厂房中工作的工人呢，近40万。如果说在这种厂房1年之中有1/1000发生火灾，那么在织女镇1年就要有12座厂房毁于大火之中。所以啊，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，织女镇治理工作有多么艰巨，形势有多么严峻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懈怠下去？灿灿，你的头发特别柔软，你晓得吧？头发柔软的姑娘最善良了。哎，你会不会跳舞啊？不会，我会背诗。哦，那你背一个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一口迟迟归。别念了，别念了，念得很好，很好。快走啊！快走！走啊！快走！走！谢阿姨，谢阿姨，哎呀，佳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孩子，门口碰到了佳明哥。坐坐坐。我买点点心，大家都饿了吧？佳明，小何那边还忙着吧？后面说好了怎么处理了吗？希望快点出个结果，孩子们不能总住在这儿呀。哦。叔叔，来吃点点心，甜的。这都是甜甜圈、小蛋糕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甜的。佳明，叔叔，你看镇上拿来的东西都在这儿。
他一天就坐着看着外面，什么都不吃。硕硕，我已经听说了，很多人都说那天晚上你特别勇敢。你和李红林一起跳楼逃生，对吗？红林，那天晚上是你带着硕硕一起逃生的吧？红林的爸爸走得早，他知道他妈妈也没了，就再没讲过话。硕硕，硕硕，你是记者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好，那你采访我。硕硕，姐姐今天是来看望你的，不是来采访你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有姐姐了。我谁也不要，你们都骗我，爸爸妈妈他们也骗我。硕硕，你听我说。走开！爸爸妈妈他们也骗我，他们说今年过年会带我去见李老师跟周老师的，他们说要给妹妹买新书包，会给我买足球鞋的，他们骗我，你们都骗我。我想我爸爸妈妈。硕硕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就要我爸爸妈妈。红林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徐副镇长，我没事。白偶，你受苦了。没有，我不哭，哭的是那些遇难的工友，还有杨硕他们几个孩子。小何，听活下来的员工说，是你喊着让他们从2楼往下跳的，而最后跳下来的是你，要不然你也不会伤这么重。没事，医生说了，他说我就只是表皮被烧伤了，等这层肉掉了，还会长出新的肉来。其实那天的时候，我明明都看见那些货包就堆在楼道上，还有人偷偷在抽烟。其实我应该立即阻止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我就想着多裁几件成衣，多挣几块钱工资，我就不敢和孙阿林去争辩了。都怪我，都是我的不对。白偶，你别这样好吗？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只要3合1厂房一天没有治理好，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。只不过这一次是轮到了你们快乐童装厂，不是你的错。说不好。哎呦，你真是放在里边甩甩不就好了吗？也没几件。你说这次火灾也真够吓人的了，烧死了10几个。哎，我们织女镇这是烧了东家，烧西家，烧了西家，烧北家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把那几个厂关了就是头了。哎，老夏，你走啊！啊，那跳马。我说老夏啊，你这马还能走田吗？切！哦呦，我错了，我这，哎呦，我有点晕，我该吃降压药了。这还没下完呢。哎，不，我先吃药。哎，下一半你这。王师傅啊，你是读书人，对那几个钱不会上心的。可说到底，咱们织女镇也是靠做童装才旺起来的。那几个厂子养活了多少人呢？不能说关就关。这个镇啊，
要是不把几个钱放下了，那就不可能旺得长久。水珍，哎，小妹，哎，水珍，哎，小妹，哎，老头子，来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哎，来，好的，来，我把3个孩子接来了，以后就不用住酒店了，就住我们这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叫奶奶。奶奶，好，爷爷这边，爷爷，哎，好，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吃饭吧，我那还有鱼圆呢，不用一家分一个嘛，不用了，今天就在我们家，你呀陪着他们做功课，我们俩去添点菜吧。哎，好，那行，走吧，走，来吧，这老夏，棋还没下完呢。我对不起大家。今天这些罹难的外来务工的兄弟姐妹们，是带着梦想来到我们织女镇。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回乡。我们织女镇对不起大家。大家回家吧。红玲，安顿好了就回来啊！奶奶等着你。好孩子，上车吧，走吧。灿灿，书包里有奶奶给你的粽子和茶糕啊，不哭了。谢谢奶奶啊。有灿，爸爸妈妈带回家，回去记得听奶奶的话。上车吧。妈妈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妈妈。我回去。妈妈，爸妈，你们回家吧，你们回家吧。
各位乡亲们，大家还记得30年前吧？织女镇上，但凡有点裁缝手艺的，都是到处找地方搭车间办厂子，1半多的都搭在了自家的院子里，没有院子，就把自己的厨房都腾出来。当时我刚刚从一个商人跨行当了镇长，心里的生意经还没有放下，满脑子想的就是降低成本，再提升利润，觉得人只要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。结果正是我这种急功近利的产业模式，最终积攒成了一种潜藏的危害。我老夏才是咱们镇火灾的始作俑者呀！爸，这就是3合1厂房的设计图。当年呀，咱们织女镇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，管理散漫，也没有一个成型的经营理念。我当了镇长之后呢，就想把这些个小作坊集中起来，升级，逐步的让这些小作坊变成一座座工厂。所以您就找了工程师设计了这3合1厂房的模式。从作坊啊，要变成一座工厂，我当时觉着有这3个空间问题必须要解决。这第一呢，就是生产设备空间，这就是车间。第二呢，就是原材料和成品的库存空间，这就是仓库。第3个最重要，就是工人们要有吃住的空间，这就是宿舍。我就召集了几个搞建筑的工程师，我们一起研究，就研究出了这个3合1呀，集中型厂房。后来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，集中型厂房就盖了起来。唉，热火朝天，连周边的很多地区都来跟咱们要这图纸。正是因为有这3合1，咱们的产品呢闯出去了，获得了很高的利润。可其实那时候也显现出了3合1集中厂房的一些缺点。其实今天我想，正是这3合1集合厂房图纸的出现，我是罪人呢。爸，夏老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据我所知呢，类似这样的3合1厂房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省市，这种模式是普遍采用的。正是靠着这种模式，这些省市才迅速的发展起来。因为我们的认识啊，需要一个过程，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，对吧？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判断出它的好坏呢？可是我一想起因为这3合1集中厂房的设计方案而出的那些事故，特别是火灾，我这心里就像插了一把刀啊。这些天我一直在广播里说这件事儿，也是想把3合1集中厂房设计的过程说清楚，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说清楚，这样才能解开我的心结，我的良心啊才能得到安慰。这么晚了，把大家招来开这个紧急会议，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消息。因为这个消息不仅牵扯到织女镇的前途命运，也牵扯到在座的每位干部的前途命运。这次织女镇发生特大火灾之后，省消防部门派人过来做了彻底检查，根据结果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建议。织女镇的童装产业基本上都建立在3合1厂房的基础之上，所以
要想对上万座3合1厂房进行全部改造，不仅牵扯到巨大的资金投入，更牵扯到这些产业停工停产以及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的失业。所以呢，采取改造的方案来结束3合1厂房的历史是不切实际的。而根据3合1厂房频发的火灾事故，省公安厅消防局也做出了决定，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。3合1厂房必须坚决取缔。我这是好不容易要解决的火灾，也要火灾的问题解决了，还是要取缔。我看行，取缔吧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坚决取缔3合1厂房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把织女镇的童装产业给砍掉？难道真的要把咱们童装产业给砍了吗？我们这个产业已经相当的成熟了，如果就这样砍掉的话，我们织女镇今后靠什么活呀？我同意砍掉。只有这样，大家才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的面对现实。宋师姐，我问一下，织女镇就这么完了？老郑啊，不是完了，是完善了。织女镇的童装产业是占据着全国童行业的半壁江山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怎么能说砍就砍了呢？我们3合1厂房不是没有完善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宋师姐，我恳请市委再给织女镇一个重生的机会。如果大家在1个礼拜之内能够拿出一个方案，既能保全童装产业，又能保证消防安全，那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还有保住的希望。齐主任，我们打工的想法很简单，吃饱饭，干好活，挣够钱。现在您看看，那么多工厂都停工了，现在您说说，叫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暂且我们送了线条，让我们怎么？是啊，齐主任，我前后赶了3个通宵的班，今天早上刚过来上班，老板居然关门跑路了，那我们的钱该上哪里要去啊？是啊，暂且都说今年织女镇不让开小厂做衣服了，所以老板关门的关门，跑路的跑路。可是我们总要吃饭呀。好，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。你们老板跑路这个事儿，我们晓得。跑路怕什么？他能跑到哪里去啊？我们已经报案了，一定会把跑路的老板抓回来，欠你们的钱1分都不会少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给你们保证。好吧，还有，你刚才说什么把小厂关了，不再做衣服了，谁说的？我们都听正阳广播里说了，说3合1厂房不正规，要治理。那厂都治理掉了，我们还怎么做衣服呀？就是啊。好，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啊。正阳广播说的对，3合1厂房必须要治理。为什么？你们想过没有？你们现在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工作。你们的厂房吃住仓库什么都在一起，而且你们的通道是不是这样螺旋上升的？是的，是。这就像个拔火筒，一旦着了火，30秒从上到下谁都跑不掉。快乐童装厂的事你们应该很清楚啊，所以你们要相信政府。停工是暂时的，改造是必须的，因为政府永远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首位。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，你们才能够挣放心的钱。
白鸥，白鸥，白鸥，你都好几天没出门了，我妈叫你吃饭你也不来，我给你煮了一碗面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王警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也谢谢齐主任。白鸥，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？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。那你从医院回来以后就一直对我避而不见。我妈总说我脑子一根筋不转弯，有什么事，或者是我哪儿做的不对，你直接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们分手吧。面我给你放门口了。火灾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三合一厂房本身的构造缺陷。那么把生产区、生活区和仓储区分开，不是没有可能啊。3区分开，就意味着要花大资金另造厂房，实实在在的盖宿舍园区，这可不是临时安置点啊！从挖地基到竣工，一栋10层的大楼至少需要7到10个月，40万外来务工人员啊，我们得盖多少栋？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我们没有一样是够的。林书记，小何镇长，能不能这样？我们让企业主在外面自己找地方盖房子，谁先盖完了，就让谁先开工。郑镇长，这太不现实了。这织女镇的本地人大多数都不是小童装厂的企业主，而是房东。他们把这些3合1楼房呢，是租给外来的企业主。如果让这些外来的企业主在我们这花钱盖房，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那就又走进死胡同了。从仿牌童装事件到无可挽回的火灾，3合1厂房目前也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。我怀疑织女镇还有没有条件继续做童装产业。的确，这是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正式表态。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么大一个镇的治理工作，无论是综合治理也好，基础治理也罢，当面对要独自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。接下来，关于织女镇将要砍掉童装产业的问题，再结合我们万城的发展，大家聊聊吧。各位董事，我说句心里话，第一感觉就是庆幸
也无比佩服父亲的远见。正是因为他看重员工的福利，不惜花大价钱盖员工公寓，才避免了这场停工潮的冲击。我相信很快啊，那些找散户的经销商会倒转过来找我们谈合作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童装厂就可以借机扩建了。这完全是盲目乐观。我们万城的起家，跟织女镇整个产业链的兴旺是分不开的。所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如果没有织女镇这3个字的大品牌效应，光靠我们万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。可是，一旦这1万多家小厂都不存在，那所谓什么童装王国，也将轰然倒塌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万城的影响力，我们万城的所谓品牌效应，还能留下多少？我一点也不乐观。你这个观点我一点都不赞同。做企业它就是做企业，工厂开在什么地方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工厂的经营手段要靠谱，管理完善。可万城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明星企业，还差得远呢。真的，各位，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次详细的市场调查。各位可以看一看，如果没有那1万多家小厂的带动，成衣委托加工的潮象会来到我们万城，还是去到其他各个省市那些已经连成一片的成衣加工园区？就这样，以市场调查为依据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接下来市场调查，你们兄弟俩一起进行吧。啊，之前好多外来的童装老板反映说，织女镇这个童装王国可是耗了2代人的心血，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，我们政府部门难道就忍心说砍就砍了吗？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，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做这个刽子手。我们不是刽子手，3合1厂房才是刽子手啊！所以啊，我们要处理的是3合1楼，而不是处理整个产业。我想试一试，如果把童装产业引到绿色产业的道路上，是不是就能保住它了？哎，你这想法有意思。可是宋书记已经下了死命令了，说这周内要给整改方向。就算现在有方向也没用，没方案。你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个好方案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。哎呦，这是庆祝你出院的提拉米苏，它跟别的家的不一样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呗。我吃不下。那我要给你个惊喜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先走了。书呆子，加油！哎呦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也没想明白。既然你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如果你心里没我了，或者你喜欢上了其他人，那我以后就不再打扰你了。我会由衷的祝你幸福。
你能跟我去个地方吗？好。白偶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你的那个理由不能在这儿说吗？这个就是我要跟你分手的理由，后背和胸口比这个还要严重。你都看见了，我这个样子还怎么跟你在一起？你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我分手的？当然不全是。现在织女镇上很多厂都停工了，大家都在说，因为这次重大火灾导致整个产业链都被砍掉。你知道的，我留在这个镇上，我是想做我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我想完成我自己的梦想。可是现在呢，工作都成了问题，我还谈什么理想？我留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想耽误你，所以分手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。白偶，你能不能冷静的处理一下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和问题？舒文，你别说了。我要说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，全都不由自主地绑在了你身上。在后来的接触中，我发现你身上有更多的闪光点。你善良、勤奋、勇敢、正义。在面对危难的时候，你能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去救助别人。我觉得，我要是错过你了，我就是第一大傻子。我不在乎你身上有没有疤痕，我只在乎你是否愿意待在我身边。我不在乎你有一天会变老、变丑，我只在乎那个陪你白头的人是不是我。白偶，我们不分开好不好？我们不分开。老头子，菜在锅里给你热好了，你自己记着吃啊。哎，全副武装干什么去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吗？你懂吗？你上班去吧，上班去吧啊！上班了。那你饭也不吃啊？露露，别话了，赶紧吃饭吧，赶紧吃。对。哎，我觉得露露现在对于设计的兴趣大大超过了画画了。怎么样，
有没有意向来我们万城效力呀？我们万城啊，要引进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。不过现在啊，最缺的就是你二婶婶这样的管理人才。小何啊，你开个条件。哎呦妈，我开什么条件呀？哎，小何啊，你现在想治理的这个3合1厂的事儿啊，等于是要了人家企业的命啊。妈妈告诉你啊，这30多年来，织女镇有很多届的干部都想解决这3合1厂房的问题，都没好成效。我知道你现在工作环境肯定是上不支持下不欢迎的，你势单力薄的，做不好的。与其说吃力不讨好，还不如把这劲儿使到我们自己家来，到万城来工作。考虑考虑啊！妈，别妈说的对，小何呀，你还是考虑一下吧。我也觉得你那个副镇长的工作不太适合你，工作这么忙，哪还有时间备孕生孩子呀？要不你把那工作给辞了，怀上孩子要紧。妈，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，可是我这人吧，一根筋，事情没有办好之前，绝对不会退出来。我记得万伯伯生前跟我说过，做什么事情全凭一股士气。现在正是决定织女镇命运的关口，我的士气不能断。好好吃饭。重要。吃饭。545。546，547，548，549，505，505，552，553，554，555，死老头子，脑子坏的。佳敏啊，哎，我越来越感觉到啊，你真的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儿。小何人是真的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要是你嫂子有小何1半的大气，我也不用那么操心。你这么说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，他还不是处处为你着想，怕你吃亏吗？你是不知道，妈现在都不待见他。你就说这次市场调查，本来是他可以参加的，结果呢，妈就是没让他参加。哎，说到市场调查，我正好有件事儿要跟你核实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我在做合作商调研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家上海的童装企业，跟我们这儿订了1000手童装，可是后来账面显示退订了，不过预付款没有退给人家。这怎么回事？有这样的事儿？陆欢负责财务这一块儿，他忘退了吗？不是，我打电话到那家企业去问过，他们方面是说没有退订，货早就收到了。我马上就去查一下。老夏，哎，我家这个老头子我管不了了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怎么对付他？哎呀，美丽，你也别想的那么多。你们家老王啊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就是有点这读书人的呆子气，不可能得什么病。我晓得啊，他身体上是没什么病，但是他的脑子啊，现在就是走火入魔了。他多久没给你下棋了？你还想得出来吧？哦，所以你赶紧去劝劝他，你讲话比我管用。
他不要再去什么那个河呀、这个楼呀，万一哪天掉到河里上不来了。哎呀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看你说的，我感觉啊，他就是想下水，好像水里有个水鬼在敲他。哎呦，本林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就说要下河那个有条船呀，他都这把年纪了，总不至于说想再造一条书船到处跑。老夏，哎，我说美丽，你在那儿干啥呀？我有事儿。哎，老夏，你来，干什么呀？哎，我给你看样宝贝。看什么呀？我想造条书船。来，快！所有退订单的合作商，我都打电话核实了一圈，其中有3家根本就没有退订这一说。相反的，不但没有退订，当中的2家还如期收到了货款，并且把那个货款打到了那个快乐童装厂的账户上。因为你跟他们说的那是我们的加盟厂。陆怀，您还有多少脑子进水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我脑子进什么水呀？我们跟快乐童装厂一直有合作，说他们是加盟厂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你不要跟我避重就轻。你把原本是我们可以消化掉的订单交给了孙阿林，这其中必有原因。说吧，你是不是吃人回扣了？那不叫回扣，叫加盟费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这么干的。哎，你拿人钱干什么呢？就因为要买这个？是，我就是为了买这些。怎么了？我为万成公司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买点自己喜欢的享受一下不可以呀？再说了，孙安林他们的厂做的质量挺好的，分点单子怎么了？你收了人多少钱？拿了多少钱？20万。我已经都还他老婆了。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你还是我老婆吗？你还是万成的董事吗？还有，其中有一单是先退再定，也就是说，你先把它给了那个孙阿林，然后又让我们公司接着做，为什么呀？你可别再提那单子了。怎么了？说。那单子在孙阿林那的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那个不是厂房烧了吗？那天晚上，孙阿林让工人赶通宵，赶的就是我们万成的单子。是啊。只要是不好的事情，你总能沾边儿。老王，老头子，哎呀，老王，你听我说，神经啊！老王，干什么呀？我们真不是说你得了老年痴呆，真的，哎，我们就是担心你。美丽她也就是嘴上说说，她没想真带你上医院看医生。谁得老年痴呆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《论语》有云呢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我这个做书传有毛病是吧？我就带病出走。哎，老王，你不要再闹了，上下邻居才听得的，难看吧？难看什么呀？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把我去年给你的那套羊毫笔给我。哎呦，你可真小气！你说真的？不是真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只配用狼毫笔，狼，黄鼠狼的狼。哎，造船喽！造船喽！看来呀，这王师傅真的是有病了。徐副镇长，哎，徐副镇长，您建议办一间火灾警示馆的报告啊，镇党委很快就会讨论。林书记昨天就这个报告专门征求了几个部门的意见，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建议提得好，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这个建议应该能通过。如果能顺利通过的话，
那就还有一个选址的问题。我有2个方案，一个是把警示馆建在快乐童庄的原址上，二是在桐湖公园找个合适的地方，那边离市民中心近，更加贴近群众。对，我也觉得设在桐湖公园好。好生跑个半马，就这速度啊？想什么心事呢？没什么。你有没有事儿啊？我能看不出来吗？说吧，怎么了？说呀！到底怎么了？可以呀，爸。我这拍了这么多照片，丈量这么多条河道，又参照了这么多古籍，我现在才是搞明白了，原来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网啊，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楼楼岗岗。为了弄清楚这些楼岗为何能四通八达，我准备打造一条咱们王家从前的书传，然后啊，沿着这条楼岗都走一遍。唯有身临其境，方可探其究竟啊！爸，我真没想到，原来古时候的楼岗还有如此瑰丽的风景啊！这样，楼岗呢，您可以继续探索，但是造书船咱们就算了吧，毕竟我还是考虑到您的安全。以后我每个月开了工资，我都租艘快艇带您去身临其境，您看行吗？粗鄙！这哪像我儿子？